西湖的烟雨总是带着几分缥缈的诗意，断桥残雪的景致更是流传千古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片碧波荡漾的湖水之下，藏着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深情往事。雷峰塔历经千年风雨，矗立不倒，塔下镇压的究竟是为祸人间的妖孽，还是一段不容于世的爱恋？那把在清明雨雾中传递的油纸伞，又为何会牵扯出一场惊天动地的纷争？这一切都要从南宋年间那个烟雨朦胧的春日说起。清明时节，淅淅沥沥的细雨笼罩着整个西湖，岸边的桃花带着晶莹的水珠，柳枝垂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。往来的行人撑着各色油纸伞，在烟雨朦胧中勾勒出一幅灵动的江南画卷。断桥之下，一艘乌篷船缓缓靠岸，船头伫立着两位容貌绝美的妙龄女子。身着白色纱衣的女子肌肤胜雪，眉眼间带着温婉娴静的气质，宛如九天仙子下凡。穿水绿色衣裳的女子则明眸皓齿，一举一动都透着灵动俏皮，顾盼生辉间自有一番风情。二人以姐妹相称，嬉笑打闹间举手投足都带着不染尘俗的娇憨。鲜少有人知晓这两位看似柔弱的女子，实则是修炼了数百年的蛇妖。白衣女子名唤白素贞，已修得千年道行；绿衣女子是她的师妹小青，也有着不浅的修为。此番二人化为人形下山，本是为了领略人间的繁华春色。船家将船稳稳停靠在岸边，二人款步上岸，正打算沿着湖岸欣赏风景，天空却骤然变脸。原本缠绵的细雨瞬间化作倾盆大雨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，打湿了他们的衣衫。白素贞与小青猝不及防，只好匆匆躲到岸边一棵老槐树下避雨，看着眼前雨幕迷茫的景象，不由得面露愁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清瘦的身影撑着一把油纸伞，缓缓从雨幕中走来。来人是一位白面书生眉目，清秀身着青色长衫，虽被雨水打湿了边角，却依旧难掩温文尔雅的气质。他便是许仙。许仙远远望见树下避雨的二人，心中生出几分怜惜，快步走上前，对着白素贞微微欠身，将手中的油纸伞递了过去。白素贞微微一怔，显然没料到会有陌生人主动相助。一旁的小青眼疾手快，立刻接过伞撑开，伞面不大，却恰好能遮住姐妹二人。雨水顺着伞沿滑落，形成一道小小的雨帘，将他们与外面的狂风暴雨隔绝开来。而许仙自己则暴露在大雨之中，冰冷的雨水顺着他的发丝不断滴落，打湿了他的脸颊和衣衫。没一会儿，整个人就变得狼狈不堪。白素贞看着淋雨的许仙，心中满是过意不去，下意识地抬眼望去，恰好与许仙望过来的目光撞个正着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白素贞脸颊泛起红晕，连忙移开视线，而许仙也有些局促地低下头，耳根微微发烫。这一幕被身旁的小青尽收眼底，他强忍着笑意，向许仙告知了自己和姐姐的名字，也从许仙口中得知了他的姓名与住址。三人在雨幕下闲谈片刻，直到雨势渐小才相互道别。许仙望着白素贞离去的背影，手中仿佛还残留着方才递伞时的温度。这次雨中邂逅，在许仙与白素贞心中埋下了情愫的种子。此后，许仙常常借着还伞问路等借口，主动寻找机会与白素贞相见。他会带着自己亲手采摘的鲜花，会分享城中的新鲜趣事，而白素贞也对这位温柔善良的书生心生好感，每次都会热情相待。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两人之间的情愫逐渐升温。许仙鼓起勇气向白素贞表明了心意，白素贞娇羞应允，二人在亲友的见证下结为夫妻，开启了一段甜蜜的生活。许仙自幼习得一手好医术，婚后不久，夫妻二人便在城中开了一家名为
保和堂的药店，白素贞凭借自己的千年道行，能辨识各种珍稀药材，还能施展法术辅助许仙治疗疑难杂症。夫妻二人始终坚守行医向善的准则，对待前来求医的穷苦百姓，不仅分文不取，还会免费赠送药材。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善良的品性，保和堂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，甚至有百姓不远千里赶来求医。白素贞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白娘子，深受邻里乡亲的爱戴。离保和堂不远处有一座历史悠久的金山寺，住持法海是一位修行多年的僧人。在保和堂开业之前，金山寺的香火一直十分鼎盛，许多身患重病、求医无门的百姓都会来寺中烧香拜佛，祈求菩萨显灵。可自从保和堂出现后，百姓的病痛大多被白娘子治愈，来金山寺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少，寺庙的香火钱也一落千丈，和尚们平日里全靠香火钱维持生计。香火衰败后，日子变得越发艰难，这让法海心中焦虑不已。为了弄清缘由，法海乔装成普通百姓，悄悄来到保和堂探查情况。他原本以为白娘子只是个医术高明的女子，可仔细观察后却大吃一惊。凭借着多年的修行，他敏锐地察觉到白素贞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妖气。经过一番窥探，法海终于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。这位深受百姓爱戴的白娘子，竟然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妖。得知真相的法海表面上以降妖除魔为借口，认为蛇妖与人相恋有违天道，会祸害人间，实则心中更多的是对保和堂的嫉恨，想要借此搞垮保和堂，恢复金山寺往日的香火。他暗中等待时机，终于在一个白素贞外出采购药材的日子，伪装成前来求医的病患走进了保和堂。法海见到许仙后，故作高深地打量了他一番，随后面色凝重地说道：许仙周身笼罩着一层黑雾，这是妖孽上身的不祥预兆。许仙闻言大惊失色，连忙追问缘由。法海趁机添油加醋，将白素贞是蛇妖的事情告知了许仙，还劝说他尽快休掉白素贞，并协助自己收服这条害人的蛇妖。可许仙与白素贞夫妻情深，他深知妻子心地善良，不仅从未伤害过任何人，还救死扶伤，造福百姓。即便他真的是蛇妖，也绝非法海口中那种祸害人间的妖孽。许仙断然拒绝了法海的挑拨，还厉声斥责他胡说八道，想要将他赶出药店。法海见许仙执迷不悟，心中怒火中烧，当即施展法术，将许仙掳走，带回金山寺软禁了起来。傍晚时分，白素贞回到保和堂，却发现许仙不在店内，心中顿时生出几分不安。此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，对周遭的变化感知格外敏锐，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她连忙询问店内的伙计，得知今天金山寺的住持法海曾来找过许仙，两人在内堂交谈了许久。白素贞心中一紧，立刻掐指一算，瞬间知晓了许仙身陷险境。她来不及多想，赶忙叫上匆匆赶回的小青。二人驾起祥云，朝着金山寺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法海早已在金山寺等候多时，远远望见青白二蛇腾云驾雾而来，立刻登上寺庙的高台，对着天空厉声呵斥，骂他们是胆大包天的蛇妖，竟敢擅闯佛家重地，勒令他们速速离去，否则就要用金钵将他们收服。白素贞不愿与他硬拼，只想尽快救出许仙。他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对着法海低声下气的恳求，希望他能看在众生的份上，先放了许仙。可法海态度坚决，不仅不肯放人，还一口一个妖孽的辱骂白素贞，言语间满是轻蔑与敌意。小青见法海蛮不讲理，还如此羞辱姐姐，顿时气不过，上前与他理论，却被法海趁机出手打伤，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。
跌坐在地。眼见妹妹受伤，丈夫被囚，白素贞再也无法克制心中的怒火，她猛地拔下头上的金钗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将金钗抛向空中。金钗瞬间化作一道金光，落入附近的江河之中。紧接着滔滔洪水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如同脱缰的野马朝着金山寺汹涌而去。一时间波涛汹涌，巨浪滔天，整个金山寺都被笼罩在一片水色之中。法海见状大惊，赶忙取下身上的袈裟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只见那袈裟瞬间便大化作一块块坚固的砖石，在洪水到来之前，迅速垒起了一道数丈之高的围墙，阻挡住了洪水的冲击。白素贞不肯罢休，继续催动法术，掀起一波又一波更高的巨浪，不断冲击着砖石围墙。可她怀有身孕，身体本就虚弱，经过这番高强度的斗法，很快便元气大伤，渐渐体力不支。法海抓住这个机会，拿出随身的金钵，念动收服妖物的咒语，金钵立刻发出耀眼的金光，朝着白素贞飞去，将她牢牢吸住。白素贞挣扎无果，最终被金钵收服。法海随即下令在西湖边建造雷峰塔，将白素贞镇压在塔下，一对恩爱夫妻就此被生生拆散。这段美好的姻缘也陷入了绝境。大仇得报的法海心满意足，此后便一直待在金山寺中清修，指望能够凭借此番降妖的功绩早日修成正果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虽然收服了白素贞，却遗漏了一旁的小青。小青看着姐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，心中悲痛欲绝，发誓一定要为姐姐报仇雪恨。他强忍着伤痛，趁着法海不备，悄悄潜入金山寺，与法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打斗。可此时的小青法术远不及修行多年的法海，几个回合下来便渐渐招架不住，身上也添了不少伤口。他一边与法海周旋，一边在心中盘算，如今自己实力不济，硬拼下去不仅报不了仇，反而会白白送命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救姐姐了。想到这里，小青虚晃一招，跳到一旁，对着法海放下一句狠话，声称3年后定会再来挑战，随后便化作一团青烟，迅速逃离了金山寺，朝着雁荡山的方向奔去。他知道只有潜心修炼，提升自己的法力，才有机会打败法海，救出姐姐。时光荏苒，转眼3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小青在雁荡山日夜苦修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他的法力也在这段时间里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按照当年的约定，小青手持一把宝剑，再次来到金山寺挑战法海。可即便他的实力有所增长，与法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。一番激战之后，还是没能打败法海，只好再次狼狈地逃回雁荡山继续苦修。又过了3年，小青的法力愈发深厚，心智也变得更加沉稳老练。他第3次来到金山寺，这一次他凭借着精湛的法术，将法海打得落花流水，狼狈逃窜。但小青深知这还不足以彻底打败法海，为了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他返回雁荡山继续闭关修炼，决心将自己的法术提升到更高的境界。3年后，历经12年苦修的小青终于练就了一身绝世本领。他手提一把锋利的青龙剑，趁着夜色悄悄潜入了金山寺，准备给法海致命一击。法海早已得到消息，提前做好了应对措施。他命令小和尚们紧闭寺门，在门上贴上驱妖的符咒，又安排了众多和尚在大殿中诵经念佛，企图用佛法的力量将小青困在寺外。可这些手段在此时的小青面前都形同虚设。他轻轻一跃，便越过了高高的围墙，轻而易举地来到了大殿之前。法海见小青突破了自己的防线，顿时慌了神，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应战。两人刚一交手，法海就察觉到了小青的变化，他的功力早已今非昔比，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
心生畏惧的法海不敢恋战，一边假意抵挡，一边暗中寻找逃跑的机会。终于他瞅准一个空隙，拖着手中的禅杖，转身就向外逃去。法海逃得狼狈，小青追得急切，两人一前一后，很快就冲出了金山寺。眼看小青就要追上自己，法海情急之下绕到一片树林中，施展法术，化作一棵树混在林中，企图蒙混过关。可他的这点伎俩根本逃不过小青的眼睛，小青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诡计，举起手中的青龙剑，朝着那棵树狠狠砍去。法海见状大惊，立刻现出身形，继续朝着山下逃去。一路狂奔之下，法海逃到了金山寺脚下的长江边。此时的江边既没有桥，也没有渡船，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法海陷入了绝境。就在他焦急万分之际，忽然瞥见岸边爬着一只大螃蟹，他灵机一动，立刻念动缩小咒语，将自己的身形变得极小，钻进了蟹壳之中，企图借此躲过小青的追杀。紧随其后的小青赶到江边，四处张望，很快就发现了螃蟹身上残留的法力波动，一眼就识破了法海的藏身之地。看着这只不起眼的螃蟹，小青想起了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姐姐，心中怒火中烧。他暗暗思忖，你既然能将我姐姐镇压在雷峰塔里，那我就把你永远困在这蟹壳之中，让你也尝尝被囚禁的滋味。想到这里，小青举起青龙剑，在螃蟹身上布下了一道强大的符咒，彻底封锁了法海的退路。大仇得报的小青回望了一眼远处矗立的雷峰塔，眼中满是不舍与牵挂，随后便转身化作一道青烟，返回了雁荡山继续修炼，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救出姐姐。而被困在蟹壳中的法海在里面等了许久，直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，才急忙念动咒语，想要从蟹壳中钻出来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小青布下的符咒早已将蟹壳彻底封锁，无论他如何念咒，都无法挣脱束缚。可怜的法海在蟹壳中急得团团转，整日念经祈祷，却始终无济于事，最终只能在蟹壳中度过余生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，如今我们看到的螃蟹吐泡沫，就是法海在蟹壳中不停念经时吐出的白沫，而蟹壳上的一道道纹路，便是当年小青用青龙剑划下的符咒。如果将蟹壳剥开，还能看到里面有一个形似和尚的东西，当地人称他为蟹和尚，相传那便是法海的化身。因为大家都知晓法海的所作所为，认为他不是什么好人，所以很少有人会吃蟹和尚。雷峰塔依旧矗立在西湖之畔，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世事的变迁。那段始于断桥散缘的爱恋，夹杂着深情纷争与遗憾，最终成为了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。每当烟雨朦胧的时节，总会有人想起那位温柔善良的白娘子，想起为了姐姐奋不顾身的小青，想起那段在世俗偏见与强权压迫下依旧坚贞不屈的人妖绝恋，在西湖的烟雨之中诉说着跨越千年的深情与坚守。